兄弟们，那个秋天的确很适合骑车啊，因为景色也很美。然后趁着如果現在還沒有降溫的話，多騎一騎。OK， 先上車。QJ Model。OK， 因为之前拍过赛450了，这次我们骑起来再聊吧。OK， 然后我们这次再来回顾一下这款赛450的性格。其实我觉得虽然是400级别，但每一家造车的这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啊。赛450前段动力非常突出。简单说一下配置吧，它有 ABS 还有 TC， 运动模式有标准跟运动2个模式。目前我们在标准模式啊。首先1档，刚起步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动力来得非常快。能感觉到吧？这款车1档是很容易抬头的，好吧？甚至感觉它这个车的调教性格有点像 KTM 那个风格走啊。前面这一下太快了，它前面转速跑得太快了。这辆车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它是3档破百啊，1档的极速应该在60多啊，它不是一个1档可以拉到很高时速的一辆车。OK， 看到了吧？它需要3档才能破百，虽然是400级别的这一个排量啊。好吧，能感觉到吧？1档模式下这个动力来的特别猛。所以你感觉怎么样？就这前面一段跑下来，什么感觉？符不符合你的性格？符不符合你的用车需求？你喜欢那种刚上来就有非常充沛的动力，像那种特别暴力的驾驶体验的话，你可以选择赛450这一款车。之后我还会去拍那个450 SR， 因为目前来讲问的最多的还是450 SR 跟赛450，好吧？到时候先把这2款车再做一个对比。有些时候在选择车辆的时候，并不是看数据啊，数据给到你的那些东西，跟驾驶体验来讲是2回事儿。不要停留在书本，我们不要纸上谈兵，要去骑，你自己试驾。我先帮你试，然后你自己再去试驾，综合体验一下，选一个你自己比较满意的结果，好吧？它的震动，这个车的震动的话，其实还是比较大的。转速过了6000转以后，震动感比较不适，好吧？感受一下它的刹车感觉怎么样啊？OK， 刹车没什么大问题啊，车重控制的还可以，比较轻。这个级别的车目前为止好像只有本田的那个400R 最重，其他都比较轻。坐高的话1.6米几，1.6米以上吧都可以骑，反正还是的这个。有250级别或者是有摩托车经验的人来骑这个400级别的，身高不是个问题。我大概讲一下，像这个车，个人感觉就是换挡频率可能会稍微高一点，你会感觉到这个动力基本上都在前段已经释放爆发掉了，然后到后面再拉的时候，那个感觉其实不好。
比如在这个隧道里面用2档。我是不太愿意把它再拉到断油那个程度的，基本上9000多转的时候就可以换挡了。隧道里面声音我们再听一下啊，相当暴力的一台机器。OK， 同样的速度我们来换到6档来驾驶一下啊。这台车的6档情况下，它的速度要过80以后，它才会比较舒适的运行。就是转速的话，低于4000转都不是特别舒服。赛450控制在4000转的时候是比较适合通勤的，它的震动感啊，整个发动机的声音啊，运行起来的整体感受要舒适一些。有点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赛450的这个仪表是有迟滞情况的，有那么一点点在转速这一块，我相信你自己也能发现。OK， 车身操控情况，我这么跟你说，得到400级别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个车你不好操控啊？往往有些时候其实不用太担心这个车子的操控有多么的差啊，因为它不是赛600，明白吧？就是最难骑的车，可能也就是赛600了。像赛450这种级别的车，它的车重啊，包括它这个车架给到的感觉，你是可以骑好的，你要是觉得骑不好或者不好骑的话，你可以多练一练。不会说是我今天骑赛450我骑不好，然后我骑450 SR 我就骑得特别好啊，我压弯特别好压啊，不会这样子的。还有赛450对于新手来说，可能有一点会让你感觉到不适，就跟我刚刚之前已经说的这个车的一个优点一样，或者是这款车的一个性格来说，这款车你可以看到在2档的状态下猛给油，看到了吧？它还是一个比较因为转速。因为动力放的比较靠前，所以在过弯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在这边右拐啊，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你可以松油，对吧？到弯中间这个时候你开油，怎么是这样的？好吧，这个油门首先控制的没有那么细腻，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再加上它这个前段动力来的比较快啊，会有这种感觉。首先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车它这个。首先，我们知道这个车它调教的方向它就是这样，它前段动力来的比较快，比较明显，而且油门的可控性并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像过弯的时候，你可以稳着油，给着油，持续给着油过，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情况。或者说，你就好好把你这个油门的操控练好，在弯中的时候，它也可以抵消掉这个事情。车本身是有一点点这个情况的，但是我们自己可以通过后天的一些技术来改变这件事情。这是赛450的一个特点啊！你看，我现在松油，弯中，我去轻轻的给它，我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。赛450是个前段比较暴力的机器，所以对你的这个技术要求可能还高一点，松着油，快出弯给油，会闯，没关系，控制好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之前说那个450 SR 跟赛450的区别的时候，我会跟他说赛450可能不太适合新手啊。我会觉得450 SR 可能整个来讲，它的那个动力调教的话，不会像赛450前段这么突出。像刚刚那种情况的话，450 SR 在弯道给油开油的那个表现可能会好一些。当然，这个要看你自己选车的这个性格。450 SR 就是赛450能给到你的一些优点，450 SR 是给不到你的。而450 SR 身上的优点，赛450也没有，所以两个产品完全是两个东西。都试完以后再去感受一下吧，好吧？就是多试一试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东西。赛450在动力这块，包括0-100加速啊，各个方面马力啊也都是够的。所以选车的话，这个其实挺好玩的，就是你喜欢的摩托车，它不仅它的颜值你喜欢，它的性格你也喜欢啊，那就最好了。好吧，就比如说我个人，你们知道的，我比较喜欢 KTM 那个品牌，我就觉得，他们的车长在我心巴巴上了，然后那个车的性格我也喜欢，我就觉得很好。那现在国产车那么多这个选项的话，也不仅光要看车啊，也要可以看一看它的品牌。OK， 然后视频看完以后，去店里面试车，
然后在网上看到评论区留言的时候，去看那些车主，去问车主，不要去看那些可能车都没有人的那些言论，没有任何意义，他们都是纸上谈兵啊！你去找评论区，一定能找到车主啊！好好跟人家说两句，让人家回答一下你的问题，好吧？多找几个车主，找一找他们的共性。然后赛450的车主们啊，因为我之前拍过赛450，也有不少朋友提了赛450，帮个忙，把你们的用车感受，包括这个车的一系列这个感觉分享一下啊，这样可以很好的帮助到那些想要购买这辆车的朋友们啊。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提车了啊，帮个忙。这个动力的话，其实城市里面你暴力随便驾驶一下也就超速了啊，还是注意一点的。虽然是400级别，你可能感觉哦，好像排量也没有那么大，动力完全够用了。现在这些机器做的，你要知道0-100加速4.几秒是什么概念？就是你平常日常坐到的汽车啊，它都不会有这个动力的。你可能很多人一直都没有感受过4秒多的这个0-100加速体感，然后摩托车可能价格不高的情况下就能给你感受到这种快感，而且这个东西还危险，所以不要觉得这个动力不够用啊，日常都是够用的了。再往上面的排量，越往上越快越危险，好吧？还有一件事情，即使我给你一辆0-100加速3秒多的车子，你也跑不到啊，你跑不到。你不是专业人员，你跑不到的，你根本跑不到。它不像电动汽车，因为它不像汽车，你给油就行了。摩托车还是有这个油离配合在里面的，好吧？哟，那有一辆450 SR。我刚刚那个红绿灯看到它过来的时候，它那个排气的声浪挺好听的。从我个人角度而言，我觉得那个排气可能我更喜欢一点。这个太炸了，这个声音特别凶。OK， 补充再说一下啊，这个虽然前段的这个动力我跟你说来得快啊，你只要把这个油门控好的话，它是一个可控的动力啊，它不会是哎呀这个车难道就一直一冲的吗？那不会啊，我给你现在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时速，然后我慢慢开油啊，你看它是可控的啊，只不过这个东西可能你手感要细腻一点。不是一定都是不是都是这样的，好吧？有没有人喜欢这种感觉的车的？OK，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，Peace。